的這個題目啊，涉及的是1976年到1978年这2年。我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是因為我最近這2年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當然，恰好趕上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起點30年，大概今年官方要做很多的紀念活動。當然這是個巧合，我講這個題目不是因為今年正好是改革30年，是因為今年最近2年我正好做這個研究。但是我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並不是要全面的去還原和梳理這2年的歷史，而着重想從政治權力的視角來看這2年的一個權力變化。所以我的副標題叫從華國鋒主政到鄧小平核心。這裡我要解釋一下，這個權力啊指的是高層權力，而不是指的一般的權力。我這裡講的華國鋒主政呢，主要是講的華國鋒1976年到1978年這2年。實際上，華國鋒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啊，作為中國黨政軍的一把手，一共擔任5年的時間。他是從1976年的10月一直到1981年的6月。但是真正他主政，或者換句話說，他作為中國高层的核心人物，就2年，就是1976年到1978年。而恰好在這2年裡面，中國最高层的權力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变化，就是從華國鋒的核心變成了鄧小平的核心。那麼這個變化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我想今天的安排是這樣的，前面呢我就權力的轉移這個問題啊，先做2個小時左右的一個介紹，然後我留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互動，請大家就這個方面的問題提問，我盡可能的給大家做回答。我今天的這個問題想分4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我介紹一下華國鋒這個人。我們大家都學歷史的，對華國鋒這個人應該說不陌生，但是可以肯定也不太熟悉。因此講華國鋒主政到鄧小平核心啊，先得介紹華國鋒這個人。我這裡有張照片，這張照片應該大家不太陌生吧？這是1976年的10月24號，華國鋒在天安門城樓的一幅照片。這幅照片啊，說起來有個小故事。這華國鋒是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第一次登天安門。由於是第一次当這麼高層的領導，中國的第一把手啊，他可能心理準備不是很足，所以他上天安門城楼的時候啊，他不會揮手，他只會作揖啊，他跟他说同志們好，同志們好。那麼新華社有一個驻中南海的記者，這個人長期在中央領導人身邊攝影，這個人叫杜修賢啊，杜就是杜甫的杜，修就是修正的修，賢就是賢人啊，就是賢惠的賢。这个記者啊，因為長期在領導人身邊攝影，非常聰明，他小聲的提醒，他說華主席，華主席，您揮揮手。這個時候他才把手揮起來。那麼這張照片就是他提醒以後揮手拍下來的照片。這華主席是第一次以中央黨政軍3個第一把手的身份登上天安門。我要告訴大家，這是他最後一次以這樣一個身份登天安門，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登上天安門了。這華主席啊，是1921年生人，跟中國共產黨成立是同一年。香港有傳言說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兒子，我不知道大家看過這個傳言沒有？無稽之談。他是山西交城人，所以後來華主席上台以後啊，流傳一首歌叫《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賦。他是典型的中共3把手幹部，1938年加入共產黨，49年的時候隨軍南下，到了湖南，然後長期供職湖南。我這句話實際上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因為篇幅的原因，我沒有全部打出來。他到湖南一開始是擔任湖南湘陰縣委書記，不久以後就調到毛澤東的家鄉湘潭，湘潭縣委當書記，以後擔任過湘潭地委副書記、書記，還擔任過湘潭地區行署專員。那個時候湘潭沒有市，就叫地區。
他在这個地方工作到1956年。1956年以後啊，华国锋就調到省裡面，擔任了省人委文教辦公室的主任。文革以前啊，政府的設置不像現在的設置叫什麼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叫人民委員會。那個時候，华國锋是省人委、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以後又擔任了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長。以前的中共地方黨委的機構設置有文教部，現在当然一般叫教育工委或者叫高教工委。他在那个地方擔任了部長，後來又到湖南省委統戰部擔任過部長，然後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擔任了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前啊，是地方黨委的機構啊，不叫什麼省委副書記，就叫省委書記處書記，相當於今天的省委副書記。然後當了湖南省的副省長。長期供職湖南啊，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前有這麼豐富的內容。也就是說在湖南他管過文教、統戰，以後當了副省長，管過財貿，管過農業，還在一個地方管過全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華國鋒是湖南省第一批亮相幹部。這個概念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亮相啊，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什麼叫亮相幹部。亮相是京劇裡面的一個專有名詞，就是表態，政治表態，就站出來叫。凡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自己主動站出來亮相做政治表態的話，那麼這個幹部就被稱為亮相幹部。這樣的幹部就被造反派允許和原諒。那麼華國鋒呢，在1966年是湖南省第一批亮相幹部。湖南省有3個亮相幹部，一個是他，一個叫張伯森，這個大家不清楚，還有一個叫梁春陽。由於他是亮相幹部，所以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他當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他沒有當主任，為什麼沒有當主任？大家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建立省級行政機構，通常第一把手是由直屬的軍方領導人擔任的，很少由地方領導人擔任。不能說一個沒有。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是當時在湖南直屬的47軍軍長，叫黎元擔任的。但是華國鋒事實上是湖南的第一把手，就是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1969年，也就是他擔任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第2年，華國鋒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因為49年開了一個9大。好，說到這裡啊，我要說明一個，我要提到有一個傳言，很長時間有一個傳言說華國鋒從50年代開始就被毛澤東器重，原因是他是毛澤東家鄉縣委書記，還說他的報告被毛澤東批發過。毛澤東還特意邀請他參加1955年的6屆七中全會，這個傳言是不實的，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現象。華國鋒是毛澤東家鄉縣委書記，這不假；毛澤東也知道家鄉有這麼一位父母官，這也不假。但是那個時候毛澤東僅僅是知道，批發華國鋒的報告，請華國鋒列席7屆6中全會，這都不是毛澤東器重他的，這都不能說明毛澤東要器重他。毛澤東在文革前表揚一個地方或者基層領導人太多了，說那麼1-2句表揚的話就是器重，不能說明問題。但是毛澤東的確器重華國鋒，在什麼時候呢？在1970年。1970年12月份呢，華國鋒就擔任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代主任，這是毛澤東器重華國鋒的開始。就在這個月，毛澤東跟他的老朋友美國有個記者叫埃德加·斯諾有一個談話，12月18號，在這個談話裡面，他特別提到了華國鋒。他說湖南的老人呢，現在有幾個出來了，他說出來了就是從走資派的那個行列出來了。他說第一個就是華國鋒。毛澤東說完這個話不到1個月，華國鋒就被調到北京，擔任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副組長。這是毛澤東器重華國鋒的開始，就是把他從湖南調到北京。國務院業務組是個什麼機構？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啊，國務院的機構基本上癱瘓了，什麼紀委啊，什麼機械部啊、煤炭部啊、郵電部，基本上癱瘓了。
那麼为了保持正常的工作運轉，在國務院裡面就成立了幾個大組，一個叫業務組，一個叫科教組，一個叫文化組。這個業務組啊，就相當於原來的財政經濟的一個總口，就它又管財政又管經濟，它管工業、管農業、管貿易都歸它管。所以這個業務組的副組長啊，實際上相當於國務院的副總理，只是不這麼叫。為什麼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器重華國鋒？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材料能夠說明。我個人的分析，同華國鋒在林彪事件過程當中的表現有關係。因為林彪事件實際上是從1970年8月份開始發生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啊，華國鋒非常鮮明的表現出了他對毛澤東的忠誠。具體情況，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細講了。1973年，華國鋒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是在中共十大上面。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份開的。1975年，他擔任了國務院的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然後1976年2月，他擔任了國務院代總理。這是他進入中共中央最高核心層的開始。76年4月份，由於發生天安门事件，鄧小平被徹底罢黜，毛澤東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順便說一句，在中共中央的設置上面，從來沒有第一副主席這個明文規定，儘管有排序，但是這一次毛澤東非常明確地提出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這顯然含有把權力交給華國鋒的意圖。1976年9月9號，毛澤東逝世，10月，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到這個時候為止，華國鋒就集中國黨政軍3個一把手為一身。在中共的歷史上，集黨政軍3任於一身的，除了毛澤東就是華國鋒，沒有第3個人。1980年，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的職務，81年辭去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改任中央副主席。1982年12大的時候，他連中央副主席都不能擔任了，就擔任一個中共中央委員，一直擔任到中共15屆。這是華國鋒的一個簡歷。華國鋒這個人啊，給人們的一個總的印象，我不知道大家過去有沒有一點了解，就是比較本分，比較厚道，比較謹慎，3個比較。所以有人說華國鋒是個好人，是個老實人。我的理解，我的解讀啊，就是華國鋒身上要把這3點集中起來說，就是具有一種妥協性。這是他作為他的性格裡面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會選華國鋒？在什麼情況下選華國鋒當着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代總理的呢？那是在1976年的1月份，周恩来去世以後。毛澤東本來看重的不是，就是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看重的本來是鄧小平，這個大家都知道。1975年的時候，因為周恩来病重，毛澤東就讓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總參謀長，目的啊就是讓鄧小平來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但是1975年的鄧小平整頓觸及到了毛澤東文革的底線，因此毛澤東就对鄧小平失望。所以到了周恩来去世以後啊，就面臨一個很嚴峻的問題：誰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的工作？據張玉鳳回憶啊，毛澤東非常惱火，因為毛澤東這一生選的接班人太多了。大家知道，選過劉少奇，選過鄧小平，這是文革初期就被打倒。接着選了林彪，林彪又出了913事件。接着選了誰呢？大家可能不清楚，我後面要提到，不是王洪文。接着就選了季登奎，這個人是在河南擔任省委書記，文革的时候呢，是河南的第一個亮相幹部，跟华国鋒的境遇非常類似，也是中共典型的3把式幹部。然後季登奎不知道什麼原因，毛后来又不選他，因此他就从地方調了3個人到北京。一個就是華國鋒，一個是王洪文，大家剛才說到的，還有一個是安徽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主任
安徽省军区的司令员叫李德生。在这3个人里面，毛泽東在10大前最後選定的是王洪文。結果王洪文不成氣候，毛澤東認為他真是沒出息，尤其是到了75年，毛澤東非常失望，所以就讓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是不是有這個意圖要把權力交給鄧小平？沒有材料能夠證明。我的看法可能沒有下這個決心。但不過無論如何，75年是讓鄧小平來主持工作，但是鄧小平又最後一次讓他失望。因此，周恩來逝世以後啊，毛澤東就不斷念叨說選誰。據毛澤東當時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毛澤東天天掰直他。有一次，毛遠新問他。我說的都不是傳聞啊，我說的都是100%的檔案材料，不是演繹。有一次毛遠新問他說：“主席，總理人選到底是誰？”他就讓毛遠新念政治局委的名字，他一個一個掰，最後掰到華國鋒，說好，就是他，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那麼為什麼他說華國鋒比較好些呢？據汪東興說，毛澤東說華國鋒有3條優點，第一，說他有在縣裡，他當過縣委書記，當過地委書記，有省里工作的經驗，這是第一條。又在中央工作了幾年，因為從1971年年初開始嘛。第二，說這個人忠厚少文，這少文是什麼意思？大家可以多點解讀。可能大概就我的理解，可能就是這個人不像張春橋，不像姚文元那樣在意識形態上有那麼過分的色彩。總的來說，理論水平也不是太高，但是他有一點，他忠厚，這是第2個優點啊，忠厚少文。第3個，不蠢不笨，還有大公無私。毛澤東對華國鋒的這3條評價，我認為不算太高。我們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鄧小平有2句評價，第一句話叫柔中有剛，綿裡藏針；第2句話叫政治上強，人才難得。跟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相比，那華國鋒這個3條評價實在不高，尤其那個不蠢不笨。那麼1972年2月，按照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擔任了國務院代總理。華國鋒這個人為什麼會選？我現在想做一點分析，這跟中共1975年以後的高層權力格局有關係。1975年以後啊，中共高層我把它大致分為3派，一派叫文革下台派，一派叫文革台上派，一個叫文革上台派。昨天李老師說你這有點像繞口令一樣。什麼叫文革下台派呢？就是文革當初被打倒的走資派，在1970年以後，就是林彪事件以後啊，陸續復出。這一派人，我把它稱為文革下台派。這派人以鄧小平為代表。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以後啊，就任用了這麼一批人，比方說胡耀邦，比方說萬里，還有比方說周榮興。周榮興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這是周恩來的秘書。周恩來辦公室主任，還有張愛萍，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還有胡喬木，還有吳冷西，就這一批文革之初啊被打倒的走資派，後來在70年代以後復出，我把它稱為文革下台。這一派人同四人幫有尖銳的衝突，對文革政策實際上是有抵觸的。因此，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下台派，在1975年，在鄧小平整頓當中，就不斷地同四人幫發生衝突，也實際上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發生分歧的衝突。這是一派。第2派是文革台上派。文革台上派啊，是文革初期受到輕微衝擊，或者根本也沒有受到衝擊，而在文革期間呢，一直官居原職，或者是官升高職，這樣一批人物，以華國鋒為代表。這批人物裡面有，比方說陳錫聯，我剛才說的季登奎、吳德，這批人蘇振華，這批人都是文革台上派。這批人呢，在政治見解上跟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基本上是一致的，對文革政策沒有太多抵觸。但是從江青這些人
有一些局域或者是分歧。因此，在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的时候，他们多少程度不同的参与了邓小平的整顿，有的参与的更深一些，有的参与的浅一些。比方说华国锋实际上在1975年就参与了邓小平整顿，而且参与的程度还不浅。我举一个例子，我們大家都知道，1975年的7月份呢，胡耀邦被派到中國科學院去主持中科院的整頓，我們大家都以為是鄧小平派去的，實際上不對，是華國鋒派去的。華國鋒當時當國務院副總理，他分管公安工作，同時分管科技工作。胡耀邦、李昌和王光偉3個人去中科院，第一次談話就是華國鋒。華國鋒明確的表態，要求他們一去以後搞調查研究，整頓派系。因為文革當中啊，每個單位都有2派，甚至3派，所以這個中科院在文革當中啊，可以說是一個重災區，問題非常嚴重。所以華國鋒要求胡耀邦和李昌去中科院以後啊，整頓中科院的派系，迅速的調整中科院的工作。可見文革台上派啊，在政治見解方面雖然不抵觸文革政策，但是從文革下台派整頓方面的見解，在某種情況下是重疊的，是一致的，甚至多少程度不同的參與了整頓。第3股勢力當然就是文革上台，這個以江青為代表，這個我就不多說了。那麼這3股勢力到了1975年毛澤東批鄧以後啊，第1股勢力顯然被逐出政壇，至少被邊緣化，靠邊站。因此，在中國高層權力格局裡面，就剩下了2派，一派就是文革台上派，一派是文革上台派。毛澤東在這2派裡面到底選誰？鄧小平他失望了，江青當然能夠維持文革路線，因為毛澤東希望選的接班人一定是一個能夠維持他晚年文革路線的領導人。江青、張春橋沒有問題，尤其張春橋，毛澤東一度考慮過張春橋做接班人，我剛才沒有說，但是轉瞬即逝。什麼原因現在說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毛澤東雖然認為文革上台派能夠維持文革路線，但是這些人在黨內外的口碑太差，壓不住陣腳。由這批人如果接了班的話，這個中共高層啊早晚會要發生動盪。所以不是傳言毛澤東有一個遺言嗎？大家聽說過沒有？啊，說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風。啊，毛澤東在晚年有這麼一段話。大家不知道聽說過沒有？啊，就是我一生做了2件大事啊，就人生70古來稀，是吧？這個到了70就該蓋棺論定，我沒有蓋棺，大概也能定論了。我做了2件事，啊，這個後面大家都知道。最後有2句話，那將來我死了以後到底怎麼換，怎麼會怎麼樣？他說只有天曉得。然後他說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風。說明毛澤東不是沒看到，在他去世以後，中共高層權力格局有可能會發生變動。在這種情況下，他要把權力交給江青，顯然他也不放心。因此，他就要選一個既能維持文革路線，又能在黨內被廣泛接受的人物。所以他扒拉指頭，扒拉來扒拉去，扒拉到了華國鋒。華國鋒果然是一個能被黨內接受的人物，雖然他忠厚少文。但這個人，我剛才講，他的性格裡面有個最突出的特徵，就富於妥協。所以啊，毛澤東讓毛遠新把他的這個意見傳達給政治局委員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人反對。我說的幾乎，包括像江青，江青特意打電話給張玉鳳說：“你啊，轉告主席，他說華國鋒這個人選得好，他說這個人呢比較能聽見意見，而且能聽見兩邊的意見。”江青這個話，我想不會是作秀，一定是真心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剛才說，就是華國鋒當時在黨內是一個能被廣泛接受的人物。儘管毛澤東對他不蠢不笨的這個評價不是太高，只有一個人非常不滿，這個人就是張春橋。所以華國鋒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層，實際上被毛澤東指定為他的接班人，因為毛澤東到1976年的時候也感覺到來日無多。這就是華國鋒從38年參加革命一直到1976年的一個大致經歷。這個看起來忠厚少文的華國鋒啊，
恰恰就在這一年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逮捕四人幫。從這一點看，华国锋真是不蠢不笨。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说不太清楚，像华国锋这样一个比较忠厚、比较老實、比較謹慎的人，怎麼會有如此果斷、如此有魄力的行為？搞不清楚，說不太清楚。反正這件事情真的是驚天動地。而且我順便說一句，長期以來流傳的說法，說是葉劍英是粉碎四人幫的關鍵人物，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葉劍英在整個逮捕四人幫的行動當中啊，的確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如果說最關鍵的人物還是華國鋒，為什麼？我這裡因為時間關係不詳細講。總而言之，1976年10月6號的這個逮捕四人幫的行動啊，讓華國鋒在中共內外的形象有了一個非常大的提升。因為什麼呢？因為到1976年的時候，黨內外和國內外對於四人幫的憤怒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6年的4月發生天安門事件，就是黨內外和國內對於四人幫憤恨情緒的總爆發。而這樣一個運動啊，後來在1976年4月被鎮壓了。而1976年的10月，華國鋒竟然完成了黨內外幹部和群眾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解決四人幫問題。所以華國鋒的形象在逮捕四人幫這個問題上得到了最大的提升。而且我也認為，在華國鋒這一生當中，對於當代中國最大的貢獻和功績就是逮捕四人幫。如果沒有四人幫的逮捕啊，中國根本不可能結束文革。所以我們這些年來，官方意識形態經常說改革開放從三中全會開始。我對這個結論和判斷啊，覺得不太公道。因為假如沒有粉碎四人幫，根本不可能有三中全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改革開放。在逮捕四人幫這個問題上，官方意識形態的評價是太低了。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介紹華國鋒這個人。第二個問題，華國鋒方略。粉碎四人幫以後啊，華國鋒當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順便說一下，10月6號晚上在玉泉山開會，因為8點鐘啊逮捕了四人幫，逮捕四人幫的行動非常果斷，非常漂亮，1個小時都不到，不費一槍一彈就解決了。然後呢，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因為解決四人幫是在中南海懷仁堂，就剛才我這個沒有放這個照片，就在這個地方。但是中央政治局啊，緊接着沒有在懷仁堂開會，而是移師北京西郊有一個中央首長的療養地，叫玉泉山，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個會上，就推舉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葉劍英和華國鋒兩個人還推了半個小時呢。葉劍英說你當，華國鋒說你當。後來葉劍英當然德高望重，他說主席嘛，這個主席早就說了嘛。把這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這個職務都交給你，當然你是接班人。所以最後推遲了半個小時以後，最後是華國鋒當了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那麼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所面臨的局面應該說非常嚴峻啊，不是我們想象的說好像萬眾一片歡騰啊，形勢大好。他面臨什麼樣的局面呢？第一個當然是經濟。1976年啊，中國的經濟是1966年以來第3個負增長年。第一個負增長年是1967年，第二個負增長年是1974年，第3個負增長年是1976年。整個國內生產總值1976年下降了1.6個百分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1個百分點。而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最嚴重的問題是糧食、油料、棉花、豬牛羊肉在1976年的人均產量全都下降，全都比1975年下降。1975年本來就不高，與這個相聯繫，糧食、油料、棉花和豬牛羊肉的消費量，人均消費量也下降。另外，1976年的重工業生產，
特別是原材料工業的生產嚴重下滑，尤其是原材料，尤其是煤炭、燃料，还有就是鐵路運輸嚴重的下滑。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後，华国锋所面对的一个经济局面非常严峻。但是比经济局面更嚴峻的是政治。粉碎四人帮這件事情，對於華國鋒來說，實際上是在走鋼絲。我們知道鋼絲一定要保持平衡，搞得不好就會掉下來。而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以後，可以說屍骨未寒，就逮捕了毛澤東的遺孀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最親近的幾個人物。你想他是不是在走鋼絲？馬上就引起海內外的輿論，國外就有輿論。剛剛粉碎完四人幫，日本的共同社美國的合眾社就發表評論，說華國鋒正在有步驟的在政府機構實行非毛化，而海外更多的左翼派別和左翼政治力量就在攻擊中國的粉碎四人幫。我舉幾個例子，一個美國有個革命共產黨，在1976年的11月16號就開了一個代表大會，說華國鋒實際上是在搞非毛化，是在修正毛澤東的路線和政策。英國、意大利、西德，那更不要說阿爾巴尼亞了，都在攻擊華國鋒。法國有個法中有些主席叫貝特蘭，我們搞國際關係的有可能知道這個人。這個人實際上是個非常友好的清華人士。當他知道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他表示辭去法中有些主席，他說我老子不幹了。非常對於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這件事情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滿意。當時中國有個芭蕾舞團到西德去訪問演出，西德的這個四人幫派，他們叫四人幫派，就在芭蕾舞團表演的劇場就打起了大橫幅，標語叫擁護四人幫。就海外輿論，就是左翼輿論對於中國的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情有很多的指責和批評。那麼在國內呢，也有很多傳言說華國鋒在搞政變，華國鋒在翻案，在翻毛澤東的案，在翻鄧小平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華國鋒本來就在走鋼絲，因為逮捕江青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實際上是一次政治冒險。海內外又發生了這麼多的輿論和傳言，因此對於華國鋒來說他面臨着一個兩難的局面。一個最大的局面就是他既要調整政策，又要規避風險，因為逮捕四人幫本來就是違背毛澤東的意願。我們都說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實際上就逮捕四人幫這件事情來講，華國鋒恰好沒有搞兩個凡是，而是搞得對毛澤東的不是。因為毛澤東早就說過了，四人幫這個問題不要小題大做，不僅小題大做，而且他乾脆把他夫人給逮捕起來了。再加上文革以後，華國鋒也在調整政策，華國鋒不是完全沒有調整政策。那麼在調整政策和規避風險方面，華國鋒就面臨一個兩難，因為搞得不好，就會被認為是否定毛澤東，修正毛澤東的路線和政策。所以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就採取了兩手，一手叫高舉毛的旗幟，一手叫抓綱治國，就是對於毛的整個路線、思想、政策，華國鋒都堅決維護，不做任何，至少是在表達上不做任何修正，特別是維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我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強調的最多的就是要正確對待文革。為什麼呢？他生怕人家海內外輿論又指責他砍毛澤東的旗子，要修正毛澤東的路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然他要抓綱治國，就是他還是要恢復生產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要治理這個國家，要治亂。從這一點講，實際上對文革政策的調整。因此，他要在高舉毛的旗幟和抓綱治國這兩者之間尋求一個政治平衡，這是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以後一個基本方略。所以我們看到的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你看，
做的第一个決定就是建毛主席紀念堂。大家知道是為什麼那麼急忙的要建？還有一個決定就是出版毛澤東全集和毛澤東選集第5卷，這都是要向輿論、向世人公開表示，我們要繼續高舉毛的旗幟，要繼承毛的遺志，維護毛的文革路線。但另一方面呢，華國鋒的確又在開始恢復生產，所以後來批評華國鋒說，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只看到了表象。華國鋒當然沒有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無論是在他的講話當中，還是在他的報告當中。但是他講的這個綱啊，他講的這個抓綱，他講的這個綱是階級四人幫，並不是我們原來文化大革命講的那個階級鬥爭。更重要的，華國鋒上台以後，粉碎四人幫以後啊，實際上是在恢復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調整經濟。他抓住了毛澤東1975年說過的一句話，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所以在1977年開始就發動了一個新躍進，我後面還要提到。實際上，在我看來，粉碎四人幫以後啊，華國鋒的重心是放在生產恢復和社會生活、社會秩序的恢復這個方面。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華國鋒方略。第三個問題就是華國鋒與鄧小平。我們前面已經交代了華國鋒的方略，下面我們再來看，那麼華國鋒在這個過程當中跟鄧小平的關係，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題目講的就是權力的轉移嘛。華國鋒和鄧小平啊，實際上過去在歷史上沒有淵源，兩回事。他們兩個人真正有點共事關係是1975年，我剛才講過了，就1975年鄧小平不是搞整頓嗎？在鄧小平搞整頓的時候，華國鋒是參與了鄧小平整頓，配合了鄧小平的工作，這算是有一點關係。如果說還有什麼關係呢？就是1976年4月份，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的決議，這是又是一個關係。這個會議是華國鋒主持的，當然，這個意思是毛澤東的意思。我剛才前面已經說了，因為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經徹底失望了，所以要罷黜鄧小平。但是這個會議通過鄧小平的這個決定的會議是華國鋒主持的。在粉碎四人幫之前，華國鋒跟鄧小平就這麼兩個關係，沒有太多的歷史淵源。但應該說啊，這兩個人在僅有的工作合作共事過程當中啊，合作還算愉快。至於鄧小平對華國鋒主持會議撤銷他職務有什麼想法，我不知道，大概不會太高興就是了。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情，讓鄧小平對華國鋒有了很大的好感。這不是我說的，這是鄧小平在一封信中說的。他這封信啊，有一句這樣的話，他說在政治思想上，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15年或20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順便說一下，鄧小平說可以保證15年、20年，事實上他沒讓華國鋒做5年，他就把它搞下來了。這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5天，鄧小平給華國鋒和中央寫的東西，是他自發寫的。應該說，鄧小平在這裡表達的是他由衷的意，沒有人逼他，也沒人給他交代。這個信說明什麼呢？說明鄧小平對華國鋒在這個時候的看法或者印象有了一個很大的提升。以前他怎麼看我們也不太知道，但至少這個時候他對華國鋒的印象和感覺是非常好的。要不然他也不會說這樣的話，甚至我都認為有點過頭說的。那麼華國鋒對鄧小平呢？我這裡要糾正長期以來一個非常嚴重事實的說法，說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阻撓鄧小平復出。就鄧小平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內高層有很多人希望他重新出山，但是華國鋒壓住了，叫阻撓鄧小平第二次復出。這個說法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為什麼呢？我要告訴大家，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個提議
第一个提議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就是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就是當月，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宣布了3條。第一條就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要在中央的會議上堂堂正正的出來，第三條要為他出來做好群眾的工作，就做好說服。因為鄧小平不是叫做右傾翻案風的總頭目嗎？現在要讓他出來怎麼辦呢？就要跟群眾做好交代，打招呼。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就是當月，華國鋒就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是他第一個宣布，是他第一次提出。就在這次會議以後不久，受華國鋒的委託，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三個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親自到北京西山去看了鄧小平，向鄧小平明確地轉達了中央政治局準備請他出來工作的意圖。你看，這又一次表明，華國鋒不僅沒有阻撓，反而為鄧小平出來重新復出，開始做工作和準備。鄧小平的待遇馬上就有改善。鄧小平因為在1976年已經被作為右傾翻案風的總頭目中國的納吉給打下去了。那個時候他身體很不好。1976年的12月10號，鄧小平因為當時患前列腺炎要動手術，就住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就是301醫院。住301醫院以後，為鄧小平做手術的這個大夫叫吳階平。整個手術的方案是華國鋒親自批准，而且在他住院以後，華國鋒就決定恢復鄧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權利。原來鄧小平沒有看，因為在這個批鄧反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根本看不到中央文件了，尤其是像中央政治局常委能看到的文件，鄧小平根本看不到。那麼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明確決定恢復他看文件的權利。而且特意囑咐由葉劍英辦公室的主任叫王守江負責給他傳送文件。那麼在鄧小平做手術之前，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4個人特意把鄧小平接到玉泉山，4個人當面向鄧小平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整個經過。這個舉動我認為非同一般。這4個人裡面2個是中常委，因為那個時候只有2個常委，我剛才說了，一個是華國鋒，一個是葉劍英，2個政治局委員，一個李先念，一個汪東興，4個人同時向鄧小平面陳粉碎四人幫的經過，這個舉動你想能一般嗎？通常我們講給他看看文件不就完了嗎？或者非要面陳的話，有一個人向他通報不就完了嗎？不是，4個人同時面陳，這個舉動更進一步的證明華國鋒就是準備請鄧小平重新出來。果然，1977年的3月14號，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就明確宣布，就在中央高層，不是中央政治局這個層面，而是在中央黨政軍省軍級領導人的會上明確宣布讓鄧小平出來。他說了一段很長的話，我可以念一下。他說：“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他說：“四人幫的餘黨要把高舉毛主席的旗幟同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件事情對立起來，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對鄧小平同志過去的功過，毛主席早有明確的全面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現在經過5個多月接替四人幫的鬥爭和多方面的工作，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10屆3中全會和黨的第11次代表大會，正式做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比較適當。在黨中央領導下，發揮鄧小平同志的長處，對黨的事業有利。問題正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對鄧小平復出一個考慮的總的思路，就是不是不讓鄧小平出來，而是要為鄧小平復出準備條件，而這個時候條件已經成熟了，瓜已經熟了，水也到了，渠也成了。
這次談話以後1個多月，1977年的5月3號，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轉發鄧小平的2封信。轉發這2封信，實際上是向全黨打招呼，鄧小平要出來了。緊接着7月16號到21號，中共召開10届3中全会，在這次全會上恢復鄧小平所有的被撤銷的職務。撤銷多少職務呢？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總理，5個職務全部恢復。從這個過程看，沒有任何理由說华国锋阻撓鄧小平的復出。因此，如果以後有人再跟你們說华国锋阻撓鄧小平复出，你就告訴他不对，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實。那么好，這裡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問題，你說华國鋒沒有阻撓，但是長期以來我們說华國鋒不是搞了一個2個凡是嗎？2個凡是不就是要阻撓鄧小平出來嗎？我這裡要講講2個凡是的問題，順便說一下。關於2個凡是，實際上現在也有很多不實的傳言。那麼以往的官方結論應該說也有很多不準確。我講一下2個凡是的由來。2個凡是實際上有4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1976年的10月26號，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傳口負責人開會。那個時候沒有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在文革當中已經取消了。那個時候的宣傳工作統一成立了一個機構，叫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簡稱中央宣傳口。在10月26號第一次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面，华国锋談到了1個凡是。那話是怎麼說的呢？因為這個宣傳口的會議主要是研究怎麼接替四人幫，剛刚粉碎四人幫嘛。那麼华国锋在談到接替四人幫的問題，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他說我們批判當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都不要去批，比如8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某個演員不好換了就是了。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在接替四人幫的时候啊，那个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那些問題你就不要去批了。他舉的例子就是8個樣板戲，8個樣板戲我們都知道，他說8個樣板戲就不要去批他，不要去否定某個演員。這8個樣板戲裡面有些演員啊是屬於四人幫的親信，比方說演這個《紅燈記》裡面的那個主角，演李玉和的那個主角叫錢浩亮，這個是文化部的副部長；演紅色娘子軍的那個黨代表叫劉慶堂，也是文化部的副部長。這2個人就是四人幫的主要分子。所以這樣板戲裡面他們都是主角啊，那這個戲要不要否定啊？華國鋒的意思不要否定，這2個人不好嘛，你把這人換掉就行。因此這第一個凡是啊，華國鋒是針對接替四人幫這樣一個具體問題提出的一個策略考慮。我前面已經說了，我特別介紹了華國鋒方略，就是他在走鋼絲的過程當中啊，他一定要尋求一個政治平衡。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以後，海外已經在攻擊他搞非毛化了。你在接替四人幫的時候，如果去點毛澤東肯定和批示過的問題，那華國鋒當然會要承擔更大的風險。這是第一個凡是。第二個凡是是1976年的11月30號，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吳德在全國4屆人大3次常委會上的一個講話。那這個講話是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他在通報過程當中啊，講了2句這樣的話。他說：“凡是毛主席指示過的、肯定過的，我們都要堅持做好，而且要比四人幫粉碎之前做得更好。”這是第二個凡是。吳德後來解釋，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說這2個凡是呢？也是考慮到海內外對於華國鋒、對於粉碎四人幫有很多攻擊。這是第二個凡是，第二個版本。第3個版本就是經典版本。是1977年的2月7號，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社論，就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啊，這是過去啊中共最權威的3個意識形態的這個喉舌。他們在2月7號發表了一篇社論，這個題目叫“學好文件，抓住鋼”。在這個社論的最後一段，最後有2句這樣的話，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
我們都必須維護。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经典版本。第4个版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1977年3月14号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的最後，他說了這麼2句話，他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我們都必須制止。注意啊，他這2個凡是啊，跟那個經典版本的2個凡是有半句話是不一樣的。他是講的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我們都必須制止。好，我們從這4個版本看，實際上第1個版本我說華國鋒針對的是具體問題，根本不是把2個凡是作為一個政治棍子，更沒有要通過2個凡是來阻撓鄧小平。因為這2個凡是啊，最早是被認定是針對鄧小平的付出提出來的。我前面已經說，這鄧小平的付出本來就是華國鋒的意思，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是華國鋒阻撓了鄧小平。同樣，華國鋒也絕對不是用2個凡是去阻撓鄧小平。而且我剛才講了，最後一個版本的2個凡是，就是在華國鋒宣布鄧小平準備復出的這個講話裡面，這不是很荒唐嗎？一邊宣布準備讓鄧小平復出，一邊說華國鋒用2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這個結論呢，完全是矛盾。所以這2個凡是啊，不是華國鋒針對鄧小平復出提出來的，意圖也不在這。那麼意圖在什麼地方呢？這意圖還是在我前面說到的，華國鋒實際上是要用2個凡是來尋求一種政治平衡。為什麼？因為當時在社會上和黨內有廣泛的輿論，就是呼籲要讓鄧小平重新復出，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個呼聲非常高。華國鋒和中共高層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環節的工作，我認為做的有失誤。什麼失誤呢？就是對鄧小平復出這件事情啊，他是在暗中部署，沒有像他一開始說的吹一點風，下點毛毛雨，逐漸的讓黨內外和社會上了解中共高層的意圖。所以呢，完全是錯位的。一方面是中共高層內部為鄧小平準備復出做準備，另一方面外界根本不知道要讓鄧小平復出。這樣一個錯誤的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就引起了社會上對於高層的強烈不滿。所以從1977年的1月份開始，一直到1977年的3月份，各地就發生了很多民間的騷動，貼大字報的，上街遊行的，呼籲鄧小平復出，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和中共高層很擔心國內的政局會出現動盪和不穩，所以就提出來2個凡是，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們都要維護，我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必須遵循。華國鋒是出於這樣一個尋求政治平衡的考慮提出的2個凡是，這當然是華國鋒在處理這樣的政治大事的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不夠成熟、不夠老練。所以毛澤東這個評價還是有道理，只是不蠢不笨，不是很聰明的處理這樣的問題。那麼事實上啊，鄧小平復出以後啊，華國鋒同鄧小平2個人之間的共識和配合是不錯的。至少在這樣幾個方面，2個人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以及意圖是完全一致的。比方說，在經濟方面搞大躍進，搞新躍進。我剛才已經講了，本次政治網以後，華國鋒面臨的最嚴峻的局面之一就是經濟局面。就中國的經濟啊，到1976年的時候嚴重下滑。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希望盡快的能夠恢復經濟，不僅恢復經濟，而且迅速的提升經濟。所以他就搞了一個新躍進，這個問題也是後來多次遭到詬病的，說華國鋒搞了一個新躍進。這個我們暫時不評論，我們只說他的意圖。那麼華國鋒在這個時候搞新躍進，鄧小平是完全贊同，
而且鄧小平有的时候啊，比华国锋所强調的速度還要高。這裡面有一個原因，就是周恩來在1975年的世界人大一次會上已經明確宣布了，中國要在20世紀末在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4個方面實現現代化，達到和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1976年的時候，離這樣一個目標只剩下24年了，而且1976年馬上就已經過去了。所以对于华国锋來說，對於中共高層來說非常緊迫。本來經濟就面臨恢復，而4個現代化的目標只剩下23年的時間了，所以中共高層包括華國鋒、鄧小平在內就強調速度。所以在1977年開始就搞了個新月季，在這個問題上華鄧是一致。第二個呢，在引進國外設備、技術、資金方面，華鄧是完全一致。這一點啊，我要特別說明一下，華國鋒在引進國外設備、技術、資金方面，應該說對於當代中國有很大的貢獻。我們後來說改革開放從3中全會開始，從來不提3中全會以前的對外引進，我認為也是不合事實的，也是不公道的。我甚至認為，至少就開放來說，不是1978年的11屆3中全會，而是1977年從华國锋時代就開始。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們都知道，1976年中國的經濟非常困難，財政非常緊張。華國锋也知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恢復經濟來實現4化根本不可能。怎麼辦？這個時候，華國锋倒是有一種眼界，他希望借助國外的力量來幫助中國搞建設。1973年呢，中国曾經有一個對外引進設備和技術43億美元的方案，簡稱叫43方案。華國鋒啊接掌政權以後，把這個方案放大到65億，他覺得要更進一步的擴大資金和設備技術的引進力度。所以從1977年的4月份一直到1977年底，華國鋒反复強調的就是擴大引进。而鄧小平在77年7月份出来以後，完全贊同華國鋒這個思路。跟鄧小平在新月經問題上贊同華國鋒一樣，鄧小平在對外引进的問題上，同樣比華國鋒更積極。我不是說原來是43個億的方案嗎？華國鋒提出擴大到65億，鄧小平恢復工作以後，又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到100個億。到了7月份到了8月份就擴大到100个亿，到了10月份的时候，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來還要擴大到150個億。所以到了1977年的11月份，國家紀委啊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那個匯報提綱的時候，那個方案已經達到150個億了。78年的3月份，政治局討論國家紀委的方案，認為這150個億的規模還不夠。第一個就是鄧小平認為不夠，他說還要更加進一步擴大到200個億。到1978年9、10月間，最後這個規模擴大到多少呢？800億。因此，對外引進這個問題上，華國鋒和鄧小平沒有任何分歧，相反，兩個人是有非常相同或者接近的主張和共識的。還有一點，華國鋒說他眼界不僅是引進資金、設備和技術，他還能出去了解西方和國內的經驗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經驗。我就舉一個例子：1978年，華國鋒親自提議派了2個代表團出訪，一個是出訪西歐5國，一個是出訪社會主義陣營的2個國家，一個是南斯拉夫，一個是羅馬尼亞。西歐5國這個代表團是由古牧副總理率領訪問西歐5國，因為當時世界經濟尤其是西方經濟也面臨着一次危機，面臨着一次產業結構的大調整，資金、設備、技術都過剩，急於尋找其他的市場，而中國是一個最好的市場。所以古牧這個代表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西歐5國古牧後來回憶說，他說他非常意外，西歐5國的政府是以迎接國家元首的規格來迎接古牧。比方說在法國，一下飛機舷梯是鋪的紅地毯，這是迎接國家元首的規格。他只是一個副總理他連總理都不是，何況總理也難說是國家元首在中國。所以
你看人家为什麼以這個規格迎接他？原因就在於非常希望尋找中國這個新的投資市場。而中國這個政府代表團出國，為什麼？華國鋒說，一方面當然是跟西歐接洽，能夠打通引進這樣一個渠道；另外一方面，了解西方，考察西方，看西方的現代化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考察給中國政府代表團極大振奮，因為我們多年来宣傳的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多年宣傳的是2/3的人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結果這一出去考察才感覺到，我們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整個西方的這個現代化，包括企業的管理，給這個政府代表團極大的振奮。回來以後，華國鋒多次聽取古牧的匯報，而且在1978年的7月到9月的國務院务虛會議上，讓古牧做了一個長篇的介紹。這個是華國鋒的演講。另外就是派李一芒為團長，余光遠和喬石為副團長的黨和工作者代表团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就是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還是不如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但是比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還是要好得多，也學到了很多經驗。這一次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就搞清楚了，人家南斯拉夫不是修正主義，也是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做了一個長篇的介紹。這兩個代表團都是華國鋒的意見，而且華國鋒主張國內政府、學界、企業要大力的派團組團到國外去考察。所以1978年是中國的出國訪問考察潮，那可跟今天的考察不一樣，今天很多是旅遊，當年的考察是真考察。所以回來以後有很多報告讓中國人大開眼界，這都是華國鋒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記住華國鋒一功，叫做開放有功。我順便還說一個小事情，華國鋒差一點成為批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的領導人。1978年他從朝鮮回來，遼寧省委第2書記任仲夷向他匯報，任仲夷後來就是到廣東擔任第1書記的那個領導。任仲夷向華國鋒提出，他說能不能把大連辦成一個特區？華國鋒同意了，但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华国鋒下台還是什麼原因吧，後來就沒有這個事情沒有辦下去。假如辦下去了，那麼我們那個歌裡面唱一個巨人在中國的南海畫了一個圈，那很可能就是華國鋒在中國的渤海灣畫了一個圈。第三個方面華國鋒積極的支持了鄧小平調整教育科技政策，而華國鋒本人大力的調整了經濟和文藝政策。華國鋒雖然沒有明確的去修正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但不是說他對於毛澤東的文革那一套完全複製，相反還有很多調整。我就舉一個例子，剛剛粉碎四人幫，恢復一些老的文藝作品，最早就我看到的材料是華國鋒提出來的，而且華國鋒明確表示，他說過去凡是四人幫反對的文藝作品，現在都應該讓它公映。大家都是80後的，可能不知道。1976年，我們李老師知道。1976年，我們知道最早恢復的一個老影片叫《洪湖赤衛隊》，那就是在華國鋒的那個凡是被四人幫反對的文藝作品都要公映這個指示下第一次公映。所以1976年，你看到了那個過春節，一片浪打浪的歌聲，這是華國鋒最早提出來的。經濟政策我就不說了，我剛才前面已經談到了。那麼鄧小平出台以後調整教育和科技政策，華國鋒是大力支持。我就舉一個例子，跟我們都有關係的就是1977年的高考這件事情。當然這是鄧小平做出的決策，也是鄧小平拍的板。當年能夠恢復高考，需要有鄧小平這樣的強勢人物才能夠做決斷。但是畢竟這個鄧小平只是中共的副主席，最後這件事情還是要中常委做出決策，而這個決策是華國鋒積極支持。你想當年把印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那個紙用來印高考試卷，這要在文革當中這還得了啊？但這樣的決策都是華國鋒最後拍的板。第4個方面就是調整政治和社會關係，這個方面華國鋒也做了很多工作。
比方說恢復人大，人大在文革当中已经停止活动了，只開過一次大會，恢復政協，恢復民主黨派，然後讓一批文革当中的下台派重新复出，這都跟华国锋有關係。那個時候鄧小平還沒有出來呢，1977年7月份鄧小平才复出啊。在這個之前，一批文革下台派就是华國锋在叶剑英的支持下，讓一批文革下台派再次出來工作。舉一個例子，胡耀邦。也巧了，胡耀邦啊，在文革当中的第一次复出，就是华国锋找他談的話。這文革結束以後，又是華國鋒找他談的話。1977年1月份，華國鋒就帶話給胡耀邦，說能不能重新出來工作。胡耀邦說再也不出來了，說什麼工作我都不幹。华国锋非常有誠意，親自登门拜訪，就到富强胡同，北京有个东城区有个富强胡同，親自到胡耀邦家去拜訪，說耀邦能不能重新出來工作。還是不出來，不出來，什麼都不幹。華國鋒沒辦法，只好找了葉劍英。葉劍英是胡耀邦的老上級，一方面軍的參謀長，胡耀邦長期是一方面軍。葉劍英第二天就讓胡耀邦去了他家，說你還是出來。雖然不再搞中科院，因為胡耀邦第一次復出是到中科院擔任核心領導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但這次呢是派你到中央黨校去，就派我到我現在原來的這個單位。這個華國鋒提議，還有一些省部級的頭也是華國鋒提議的，比方說都一個一個談話，比方說陳丕顯，陳丕顯是華國鋒親自談話，把他調到湖北省委當第一書記。比方說萬里，大家都知道萬里是在粉碎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被作為鄧小平的4大幹將之一。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說他有4大幹將，就是胡耀邦、周榮新、張愛萍，還有一個就是萬里。是華國鋒親自找萬里談話，把他調到安徽當省委第一書記。還有安平生，這也是文革當中的走資派，是華國鋒安排到雲南省委當第一書記。還有周會，是華國鋒安排到內蒙古市去當第一書記。那麼所有這些文革下台派啊，實際上都是跟他們的重新復出都跟華國鋒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關係，就調整了政治和社會關係。在調整社會關係方面，華國鋒也做了很多支持。我現在有一個問題也是需要澄清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啊，說壓制平反冤假錯案，有沒有壓制？有。那今天我主要不是講這個問題，但是主要是誰壓制呢？主要是汪東興壓制。汪東興這個時候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他為什麼要壓制呢？因為汪東興長期以來擔任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而且是主要負責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冤假錯案裡面有相當一部分高層的冤假錯案都是在中央專案組的定案上面，都是在中央專案組的辦理上面定的案。另外，汪東興是一個更主要的是，他是一個忠實執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領導人，他做了很多壓制。但是華國鋒跟汪東興啊有一些區別，在一些經過毛澤東定案的重大冤案上面，華國鋒當然也有些畏首畏尾，但是他跟汪東興不太一樣的時候，他還是做一些讓步。我就舉一個例子，胡耀邦當年調到中央組織部去當部長的時候，為了平反61人提川案，這個大家可能知道這個案子啊，薄一波的，就是1936年的時候啊，在北平軍人反省院關了一批中共領導人，在中央府邸下面寫了個自首書，然後出獄了。這件事情在文革當中被打成一個叛徒案。那麼胡耀邦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就要為這個案平反，但是中央專案組啊一直壓着，就不把材料轉給中央組織部。華國鋒在這個問題上支持了胡耀邦，要求中央專案組要把他們全部的材料轉給中央組織部。當然後來汪東興還是頂住了，汪東興只給結論，不給調查材料。那當然你不給調查材料，人家就無法證明你這個材料是準還是不準啊。所以這個當然後面還有一個很艱難的過程。但是這樣一個事情說明啊，華國鋒對於平反冤假錯案這件事情跟汪東興的看法和做法並不完全一樣。還有一個事情是華國鋒親自批准的，就是1978年的4月份，華國鋒親自批准為
內蒙古有一個冤案，非常大的冤案，叫內蒙古人民黨冤案，叫內人黨冤案。华国鋒親自批准為這個內人黨冤案平反。所以啊，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华國锋和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後，两個人主要方面是配合啊，大体上關係相處也是不錯。那麼好了，那為什麼會到後來會發生權力的轉移呢？到1978年的时候，出了好几件事情，而这几件事情呢，我認為成為鄧對華產生嫌隙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個關節點。1978年呢，發生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1978年的春天，海軍發生了一個160號驅逐艦的爆炸事件。這個事件迄今為止還是鐵幕，我也搞不清詳情是什麼。我很想通過海軍了解清楚。當時的海軍政委是大家都知道是蘇振華。這件事情看來從事後啊，現在能夠看到的材料看來是海軍在管理方面的一起嚴重事故。因此，作為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主席鄧小平嚴厲地批評了蘇振華。這件事情蘇振華非常不滿。這裡我要順便介紹一下，我前面不是講到嗎？1975年中國高層的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有3派，大家可能還記得。其中第2派叫文革台上派，而這一派有一個人就是蘇振華，基本上是华国鋒為代表的文革台上派這樣一個群體。實際上，到了1976年的批鄧反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啊，蘇振華引起了鄧小平很大的不滿，就是因為蘇振華在海軍批鄧非常積極，這使得鄧小平對蘇振華的印象非常不好。所以，由於有這樣一些前因，所以在海軍160驅逐艦爆炸事件發生以後，鄧小平嚴厲地批評了蘇振華，而蘇振華就跑到华國鋒那去告狀。因為我前面已經說了，蘇振華是屬於文革台上派這個群體，跟华國鋒的關係也不錯。华國鋒在這個問題上安慰了蘇振華，說海軍還是不錯的，就支持了蘇振華，安慰了蘇振華。這件事情鄧小平是不滿意的。第2件事情就是蘇振華在1978年的4月份沒有通過中央軍委準備在海軍的旅順基地搞一次演習。因為1978年的5月份呢，华國鋒訪問朝鮮，從朝鮮回來以後啊，不正好路過東北，路過遼寧嗎？蘇振華就準備在旅順基地搞一次軍演。因為當時啊有一個背景，就是华國鋒已經視察過陸軍和空軍，就是沒視察過海軍。因此蘇振華就跟华國鋒匯報說，华主席啊，你看你就是沒有視察過海軍嘛，能不能在你回朝鮮之後啊，從朝鮮回來之後啊，我們在旅順搞一次海軍演習？华国鋒說好啊，说那我就在旅順看看海軍演習吧。這件事情沒有經過中央軍委，我認為我的理解，蘇振華是有意回避了中央軍委。蘇振華當然不講規矩，這樣一個大事，毛澤東在世的時候調一個連都要經過毛澤東，調防啊！現在你這麼大一個海軍演習，中央軍委2個副主席不知道，一個葉劍英，一個鄧小平，中央軍委秘書長不知道，羅瑞卿不知道，所以這個問題上蘇振華是不太講規矩，但蘇振華我認為是有意的。但是這件事情在布置的時候就引起了海軍方面有關人士的警惕。有一個海軍副司令叫楊國宇，木易楊，國家的國，宇宙的宇，他就問蘇振華說這個事情軍委知不知道？蘇振華說不知道，也不用告訴他。楊國宇留了個心眼，覺得這麼大的事情軍委要不知道，這怪罪下來是蘇政委兜着還是我兜着？他就秘密的報告給了羅瑞卿。羅瑞卿一聽，覺得事態非常嚴重，這麼大一個海軍演習竟然軍委不知道，立刻報告了鄧小平。鄧小平震怒，這還得了？這裡面就有一個权力問題，因為华国锋雖然身掛中央軍委主席，但實際上這個人是沒有軍權，而葉劍英啊是不主持工作的。我順便說一下，葉劍英這個人有個特点，不抓權。
當然，關於葉劍英有時間我們以後再去分析它。所以中央軍委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导人、副主席就是邓小平。而在這樣一个军演的问题上，邓小平感到他連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么大的演习他都不知道，就立刻下令，立刻停止旅顺基地的军演。所以旅顺基地的軍演是沒有搞不成。這件事情蘇振華也非常惱火，但是鄧小平更惱火。鄧小平已經感覺到他作為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在權力問題上已經有些被架空的味道。這是我的解讀啊，有沒有道理大家可以分析。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1978年的5月底到6月中旬，召開了一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這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鬧起了一場風波。什麼風波呢？說起來是個小事，就是鄧小平在會上做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稿在討論的時候啊，總政宣傳部有一個部長叫李萬春，木子李，曼就是那個曼妙的曼啊，怎麼說呢？就是慢慢的慢，不要豎心旁，村就是村子的村。這個總政宣傳部長就挑刺兒。說鄧小平在這個講話裡面有一句話叫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啊，我們的任務，全軍的任務是怎麼，那這個不對啊。說華主席從來不是講新的歷史條件，而是講新的歷史時期，這是完全玩文字遊戲。也可能我的理解，也可能李萬春對鄧不滿意，這個事情就被鄧知道了，鄧小平非常惱火。說只有華主席說了的我們才能說，華主席沒說過的我們就不能說。這是鄧小平非常惱火的一個事。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就這個會議召開以後啊，新華社發了一個報道，這個報道呢有一個標題，這個主標題，簡體嘛是講全軍召開政治工作會議，主標題講鄧小平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思想。這個會議啊有3個人講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好了，汪中興不滿意，說你們這個報道怎麼只講鄧小平精闢闡述，說華主席就不精闢，說葉副主席就不精闢。這件事情又被鄧小平知道了，非常生氣。這3件事情就讓鄧小平感覺到啊，實際上這是鄧小平對華產生嫌隙的3件非常，我認為是非常關鍵的3件事情。其實跟華國鋒呢應該說也沒有太多直接關係，但是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嫌隙，而這個嫌隙一個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從前面那個權力格局來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文革台下台派紛紛復職，在中共黨內高層權力格局裡面發生了一個變化，就這些人呢在權力格局裡面的分量越來越重，這些人對於文革，對於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華國鋒這些文革台上派對於文革以及毛的文革路線從情感上就不一樣，因此他們在這些政見在政治主張方面事實上是有敵有分歧。我剛才已經講到了，你比方說蘇振華的這個海軍事件，比方說全軍政工會議上的這些分歧，而這些分歧實際上反映出來的就是像什麼精闢不精闢了，然後像新的歷史條件誰講過誰沒講過了，反映出來都是這樣些問題。也就是說，文革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啊，原來的文革台上派和文革下台派的矛盾就變成了文革下台派和文革台上派的矛盾。鄧小平對華國鋒的這個分歧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華國鋒雖然跟我剛才講到的這3個事情都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在鄧小平看來，這些人都是舉着華國鋒的旗幟，因此他就把華國鋒作為了一個文革台上派的一個目標，非常不滿意。從這個時候開始就產生嫌隙，就對華國鋒不滿。所以在1978年發生的真理標準問題爭論裡面，鄧小平在開始支持真理標準討論。為什麼支持真理標準討論？這個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1978年的5月11號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而鄧小平的表態到什麼時候呢？到1978年的6月3號，
就是快1个月的时间了，邓小平才表态，对这个文章表态。恰好我刚才講的這3件事情都發生在這1個月，所以鄧小平才支持了真理標準討論。他說現在連真理標準都成了問題，只有毛主席講過的我們才能講，只有華主席講過的我們才能講。這是鄧小平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所以6月3號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確的講實事求是的問題。這是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關係，這是我要講的第3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權力核心的變化。這個權力核心的變化呀，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程序，但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發生在年底的2個會議，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11屆3中全會。其實最重要的不是3中全會，而是中央工作會議。這個中央工作會議啊，從1978年的11月10號一直開到了12月的15號，開了整整36天。而這個3中全會啊，是從12月18號開到22號，只開了5天。那基本上是履行一個形式和程序。最重要的是這個中央工作會議。而就在這2個會議上，實際上中共高層的權力發生了變化。我這裡也是要澄清一個又是長期以來一個不實的說法，或者叫結論。我們很長時間以來說3中全會就是一個工作重心轉移的會議。我的研究讓我得出一個結論，不是重心轉移的會議，而是權力轉移的會議。華國鋒同鄧小平在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上沒有任何分歧。相反，就我所看到的文獻，第一個明確提出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這個人就是華國鋒，不是鄧小平。就最為明確的提出工作重心這個概念是華國鋒，所以不是重心轉移。那麼中央工作會議啊，一開始是幹什麼呢？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跟權力根本沒關係。中央工作會議啊，討論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2個農業文件，一個是關於加快農業問題發展的文件，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文件。一個是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這是第2個內容，討論農村問題的2個文件。第3個內容討論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但是啊，這個會議在進行的過程當中發生了變化，發生什麼變化呢？就是黨內的文革下台派當然重新復職了，就提出來冤假錯案的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從1978年上半年發生以來啊，一直沒有一個中央高層的結論，所以在小組會的討論時候，文革下台派，也就是中共老幹部這些人，就紛紛提出冤假錯案，什麼百萬雄師的問題、彭德懷的問題、張聞天的問題、陶鑄的問題、王鶴壽的問題、61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這樣一來，就把這個會議啊完全鬧得天翻地覆。這個會議原定的議題就根本討論不下去。但是實際上是有好處的，就是因為如果在文革結束以後不清理長期以來的積案，事實上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不可能那麼順利。而就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文革台上派受到了猛烈的攻擊，比方說汪東興。汪東興在這個會上被人家指名道姓的批評，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會議上面被批評，有史以來第一次。我不是說中央主席批評副主席，那就多了。一個普通的中央省軍級領導人直言不諱的批評副主席，這可是第一次。不僅批評副主席，而且批評政治局委員，直至批評中央主席。所以汪東興這是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季登奎這些人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遭到猛烈攻擊，以至於陳錫聯、吳德、
季登奎這些人還能不能保留政治局委员，都成了問题。为什么有很多人攻？这个时候还是邓小平保了家。邓小平说，这次政治局只进不出，就是只增加人权，不出来人权。这当时邓小平的一个政治手段，这个不去分析它。总而言之，这文革台上派在工作会议上面，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势衰的局面。相反，文革下台派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逐渐的开始进一步的，不是逐渐，就进一步的增强了在中央高层权力格局里面的分量。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季登奎纷纷在中央工作会議上做檢討，就人們抓住他們在文革當中的表現，以至於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就開始做檢討。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共3次講話，一次是11月10號開會的這一天，第二次是11月的25號，11月25號華國鋒就開始做檢討。第三次就是12月13號閉幕會這一天，3次做檢討。隨着文革台上派的勢衰，文革下台派在中央工作會和中央全會上就開始進一步的增加分量了。比方說陳雲，這是文革下台派，陳雲再次進入中央常委會，擔任中央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按照鄧小平只進不出的指示，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第一次進入政治局，黃克誠等9人包括什麼胡喬木周慧這些人，再次進入中央委員會。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姚依林擔任中央副秘書長兼中辦主任，免去汪東興的中辦主任職務。胡喬木任中央副秘書長兼毛駐編辦主任，免去汪東興的毛駐編辦主任的職務。宋任窮擔任中組部長，這些人全是文革下台派。這個文革下台派的核心人物就是鄧小平。所以1978年的3中全會，雖然鄧小平沒有經過一個程序確認他在中央最高層的權力核心地位，但事實上他就變成了中央權力的核心。而此後，華國鋒就離開了中央權力的核心，失去了主政的地位。因此1979年一直到1981年這3年多期間，中共中央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鄧小平做出的，而不是華國鋒。這就證明華國鋒主政就這麼2年，而這2年就完成了一次權力的轉移。那麼我要說明，這樣一個權力的轉移還是跟華國鋒的性格有關係，這個是不予妥協。如果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同鄧小平比武，也可能中央全會會開得更加艱難，或者還會開出別的什麼事情。但是華國鋒妥協了，華國鋒這個人也不是一個抓權的人，他做了妥協，他做了讓步，最後發生了這麼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讓我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一個決策的高層權力核心不一定非得是強勢人物，有時候是非強勢人物可能導致的結局也不同，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結局。這就是我想做的一個結論。10點20分，好，也差不多了。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大概就是這些。下面我提供一些參考書目，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當然，基本上都是港台的。第一本是李鴻林自傳，可能網上會有，網上可能能下載。你就記個書名就行了，反正是台北。第二本是吳江寫的《10年的路》，你就記個10年的路就行了。第三本是蘇少志寫的，叫《10年風雨》，這也是台北出版。第四本是胡繼偉寫的，這本書非常有價值，叫《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來》，
這香港出来的。胡继偉嘛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意识形态非常著名的风云人物，而且他也参与了很多高层的事件，所以他这本书啊，作为一个亲历者口述回憶的东西很有价值。第5本是王若水先生写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这本书也非常有价值，因为王若水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第6本是余光远先生写的《我忆邓小平》。余光远先生是当时邓小平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当时邓小平有个秀才班子叫国务院研究室，原来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的这个《我忆邓小平》这本书里面披露了很多他所了解的1975年到1978年他跟邓小平接触的史，非常有价值。第7本是冯兰瑞先生写的《別有人間行路難》，你就记那個主題就行。那實際上是講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思想理論風雲，其實就是講的一系列的事件，有很多牽涉到這2年，牽涉到華國鋒。順便說一下，馮蘭瑞先生是李昌先生的夫人，李昌知道吧？李昌就是中國科學院整頓的時候那個跟胡耀邦搭檔的那個著名的負責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長啊，當過多年的校長。這本書非常有價值，鄧麗群先生寫的《鄧麗群自述12個春秋》。這本書好像在網上能夠下載。這本書第1版出來以後，國家安全部把它所有的書全部買走了。這本書所披露的高層的一些事情啊，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鄧麗群當年批判過王若水，說你怎麼能夠隨便到香港去發表文章？沒想到20年後他自己在香港出一本書。最後一個，李鴻林寫的《中國思想運動史》，也涉及到這2年的思想理論界的一些風雲，牽涉到華國鋒。還有一本楊繼成先生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個人是新華社的一個記者，今年他出了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我認為比他這本書有價值，叫《墓碑》，上下2卷。還有沒有？還有一個胡耀邦思想研究，反正全是港台書，大家可能看起來借閱起來有點麻煩。我們的港台書應該禁了。好，就提供這麼一些書目。下面還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歡迎同學們提問，我就自己所知啊，盡量給大家做回答，我們就不討論了，當然也可以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這段歷史對大家來說太陌生了，還是太熟悉了？第一個問題是這樣，我講的是華國鋒有種苦衷，他當然從思想體系上，從意識形態上，他不會否定毛澤東，這個他有自覺的意識，
但是华国锋这個人是個相對務實的人物，比方說對於意識形態他就不太看重，因此他一定會要去恢復經濟，因此他在事實上呢就在調整和修正毛澤東的路線，不是說他有種自覺，他是一方面他要高舉毛的旗帜，因為我剛才說的他有政治風險，另一方面他在政策層面上他一定要開始修正，不管他是不是針對毛的。我這個不知道講清楚沒有啊？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我贊同這個看法，就是實際上啊，當毛澤東去世以後，中國的變革無論什麼人當政都是必然的。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經過10年文革，如果再說長一點，經過20多年、27年的中國的這個政治鬥爭、中國的政治運動以後，在中国國內已經產生了中國變革強烈的需求。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再充分不過的證明，這是民意。當然，就是你剛才說，我同意這樣一個看法，就是可能不同的領袖人物啊，當政的時候，他的步伐有快有慢，但是早晚而已，肯定都要变革。事實上，华國锋已經在变革。我刚才講的對外開放這一點，就是其中之一。我這個不知道說清楚沒有？大聲一點。是，就这点我最說不清楚，真是說很多人都說不清楚，不是我，包括一些當事人。我訪問過很多老人，比方說余光遠啊、秦川吶，這都是跟华國锋有接觸的。就是我說华國锋這麼一個溫和的、溫厚、善於妥協、比較謹慎的人，怎麼會去逮捕四人幫？我始終說不太清楚。我後來想，有可能是逼急了。真的，我舉一個例子，华国锋最後下定逮捕四人幫的決心啊，是1976年的9月29號。這一天啊，华国锋在人民大會堂開一個政治局會，這個會是幹什麼呢？這個會是討論1976年的國慶節怎麼個過法。為什麼會要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為9月9號毛澤東剛剛去世，剛剛把喪事辦完，你總不能國慶節锣鼓喧天、鞭炮齊鳴，怎麼個過法呢？就開會。這個會是從晚上8點鐘開的，但是你知道什麼時候結束的嗎？凌晨2點才結束。為什麼呢？就华國锋一開始主持會議啊，江青就發難，發什麼難呢？他根本不討論國慶節怎麼過，他說毛遠新必須留在北京，留在中央，準備3中全會的文件。毛遠新啊是遼寧省委書記、瀋陽軍區政委，他是1975年9月份呢被留在，是參加那個新疆自治區成立20周年，20周年吧，那個紀念大會以後回到北京，毛澤東把他留在身邊當了聯絡員。9月9號，毛澤東去世，18號開完追悼大會，這喪事就辦完了。毛遠新大家都知道，他在這個中央啊，實際上是靠攏四人幫的人。這個鄧小平批政啊，實際上跟他有直接關係，所以中央高層文革台上派這些人並不喜歡他。所以华国锋就提出来要毛遠新回去，江青就不同意。这在會前呢已經有過一次較量了，华國锋不同意。結果一開這個會，8點一開始，江青又提這個事情，而且大吵大鬧，這個會就根本沒法開下去。一直開到12點，你想葉劍英這麼大的年紀了，哪賠得起啊？然後华國锋說，其他人都回去，葉劍英啊、李先念吶，這些人都不參加。最後，包括張真橋和姚文元都犯困了。打瞌睡，最後剩下的2個人就是江青和华国锋在那開會。汪中興怕华國锋出事兒，別打起來了，就躲在那個屏風後面。看见沒有？這後面有一道屏風，就這個會。結果後來讓他們回去以後就2個人，12點這些人走了以後，江青還在那絮絮叨叨，一直絮絮叨叨，凌晨2點。最後华国锋、江青大概這時候也有點困了。华国锋問他說：“你說完了沒有？”江青說完了，沒了。說那好，毛遠新還是必須回娘家。然後說了2個字：散會。這次會議讓华国锋感覺到中央政治局根本沒法正常運作。
最後下定了決心。我想可能跟逼急了，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好。就是我前几天在那个香港的青岛新闻网站看到有人在讲到那华国的事情，然后作者好像是认为就是华国跟比较重要的东西是那个奖励那个讨论一下民主，也就是说不能是讲的可以讲，但可从现在的那个情况来说，好像目前中国人是我自己认为可能没有他那个时候不同选择可以讲，所以我认为怎么说？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呢，是跟你这个意思一样的，就是在一个领袖集团里面，到底是有强势核心好，还是没有强势核心好？我觉得可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对吧？华国锋，我一开始就讲，华国锋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具有妥协性，他能包容。你想要不连江青都说选得好吗？江青当然后来他也觉得他錯了，因為一向他被改了。這賦予妥協性的強勢核心啊，往往能給黨內不同意見留下空間。所以這個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開成這樣，我為什麼後面反覆強調這點？沒有華國鋒這樣一個具有妥協性的核心的話，做不到。你要是汪東興來做這個核心，很可能就跟鄧小平打起來了。那汪東興對鄧小平不知道為什麼印象那麼不好。我就給你舉一個例子：76年10月6號粉碎四人幫，11月18號，汪東興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這麼擠兌鄧小平，說華主席是毛主席選的接班人，選對了嘛，說就是要比鄧小平強嘛，鄧小平那兩項拿出來不怎麼樣嘛。這個話說得非常刻薄，所以鄧小平對汪東興是非常討厭的，可能是這樣。而現在呢，我們後來看到的中央核心一直是一個強勢核心，所以中共的黨內的機制始終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所以鄧小平的改革是個長期式改革，就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經濟改革這條腿長，政治改革這條腿短。我曾經在我們的研究中講過，我說鄧小平的思路很簡單，3句話叫吃飽飯、聽我話、別罵人。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的確到現在沒有一個真正的進展。中央文件的那個毛澤東傳，它在裡面有個事實，也就是對於毛澤東對於華國鋒的政治意圖的問題，他在裡面專門對這個進行了詳述的描述，並且否定它。那麼是否在77到78年之間，毛澤東對於這個問題他怎麼看？他是不是也對這個問題有個默認來確立他的一種權威呢？對，你的理解對，這就是一個策略。華國鋒這個6字遺囑啊，6字囑咐啊。是這麼個情況，就是76年的4月30號，毛澤東會見新西蘭的總理叫馬爾登，會見完了以後呢，華國鋒陪同會見，因為他是國務院總理了那個時候。會見完了以後，華國鋒就向毛澤東匯報國內的問題，他說總的形勢不錯，但是有幾個省不太好。毛澤東就跟他說不要着急，慢慢來。毛澤東那個時候語言功能已經很不好，說不太清楚。華國鋒說什麼？張玉鳳出了個主意，說主席把它寫下來吧。因此毛澤東就拿着紙用鉛筆寫了3句話，第一句話叫不要着急，慢慢來。第二句話你辦事，第二句話照過去方針辦。第3句話是你辦事我放心。那麼粉碎四人幫以後呢，華國鋒把這照過去方針辦解釋成為是毛澤東的臨終遺囑，把你辦事我放心解釋成為指定接班人，這當然都不準確。毛澤東是針對華國鋒匯報國內問題的那些具體意見說的這3句話，並不把它當成臨終遺囑，也不是在指定接班人。不過話說回來，毛澤東有可能有這個意圖，就是反正把這個權力交給華國鋒，這我前面已經分析了，我就不再說了。但是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這樣來解讀毛澤東的這3句話，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為新的權力核心一定要從毛澤東那兒尋找合法性依據，所以我同意你的理解。這個問題就是你也有成員，你剛才這個演講應該是說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兒子。對。你說這個是無稽之談。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堅實的證據可以看到？就是因為誰主張誰舉證。
就是主張這種說法呢，沒有可靠的材料，不是我要舉出的反面，誰主張誰覺得，他們就是說用一個電腦把毛的那个像跟畫的像一重疊，说你看鼻子也像，嘴巴也像。不是，还有就是说那个华国锋他就是曾经被那个中共中央说过，他说要承認我是毛澤東的兒子。對，這是港台傳言，千萬別信，根本沒這事。那我就提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剛才那個提到那個鄧小平1976年10月10號寫給中共中央的信。對。你的理解就是說，鄧小平是心悅誠服的遵從華國鋒，我有不同的理解。因為那封信，鄧小平當時他已經是被打倒，那個時候他唯一目標就是付出。在付出這個關鍵是，雖然那個鄧小平在民間和那個國內的那個就是政治高層，他有一定的威望，可以為他的付出進行一些報答，但是他如果真的想付出，必須經過華國鋒中國當時最高領導人這一關，如果不經過這個華國鋒的同意，他那個付出之路非常艱難。所以在華國鋒取得中共最高領導人地位之後，他必須先承認那個華國鋒的領導地位。首先取得那個，就是說得到那個華國鋒的首領之後，他首先要諂媚華國鋒，然後才能再為自己的付出不平方努力。他當時那封信，他說是為中國15年、20年的政治穩定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是不到2年的時間，鄧小平就把那個華國鋒趕下去了。所以說，我覺得這東西的解讀不應該就是像李誕就是說，他是心悅誠服的遵從華國鋒，他心裡不是這樣想。鄧小平他是這樣虛偽，他但是是心悅誠服的遵從華國鋒。好，第一我糾正你，我不是說我沒有這麼說，說鄧小平寫這封信啊是要心悅誠服的遵從華國鋒。你注意我講，我說這封信是鄧小平第一次表明他對華國鋒的評價提升了。對華國鋒第一次有這麼好的印象和感覺，我可從來沒有說他心悅誠服的遵從華國鋒，鄧小平也從來不會心悅誠服的遵從。至於鄧小平寫這封信是不是為了他付出，因為在那種條件下要給華國鋒做一個姿態，我不敢說，因為我也不，因為鄧小平沒跟我說他是這麼想。你可以這麼解讀，可以這麼分析，這我不反對，因為鄧小平的內心誰都可以去解讀，但是我不這麼解讀。因為第一，鄧小平是不是認為自己在10號那一天就認為自己一定能付出，或者他一定想付出？我首先沒有文獻根據，不一定，我不一定想那個時候就一定要付出。所以，當然個人可以有個人的解讀，我尊重你的這個自己的這個觀點和看法。